一个人并没有犯罪，为什么会被证据、谣言和想象力联手处死？当法官问：你买过药吗？黄明沙说：是的，我病了，买了治病的药。原告大喊：他承认买过炸药。在场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这到底是为什么？黄明沙到底死于什么？是法律？是误判？还是一种更深层的社会机制？欢迎来到解读中国文化的频道，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给大脑升级，做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文化出埃及。今天我们继续读利玛窦中国札记第8章，中国传教团的奠基人在澳门逝世。耶稣会的视察员范里安神父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想在他的工作结束之前看到中国传教团是建立在尽可能巩固的基础之上。在他多年的经验中，他养成了一种在异教徒当中建立和管理传教团的非凡能力。他当前的计划是到中国各地出巡一次，访问各个传教中心，亲自看看他从收到的信中所读到的一切。他认为这个问题和别的问题一样，如果从很远的距离判断事物，我们的眼睛很容易出差错。郭居敬神父一直在澳门的中国人中间工作，但成就不大，所以范里安神父决定带他随身作伴，到内地去旅行。可是继而一想，他又担心他进入中国的决定很可能给整个中国传教团造成麻烦。他考虑到一个像他这样有名气的人，是不太可能不被人认出是曾在日本住过好多年的人，而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当时正是不解的仇恨和殊死的敌对。所以他写信给中国的各位神父，征求他们对这一具体问题的意见。但是得知由于不同的原因，他们的想法很不一样。利玛窦神父和其他几位神父强烈建议他做这次旅行，认为传教团由这次旅行所得到的好处会远远超过可能出现的危险，即使有任何危险的话。因此，为了使保证加倍的可靠，他们便要求好几位大臣写证明信。这些信都是通过徐宝路的及时帮助而得到的。信是为郭居敬神父和他的同伴回到中国来而写的。当时郭居敬已经很出名，而他们的朋友把整个路线安排得非常好，全部的旅行费用都由国家开支。他们走水路时有一艘官船供他们使用，走陆路时则备有3匹马和6台轿。黄明沙修士最先使用了这些信，他到广东省去接回几位神父，靠着这几封信，不但不用花旅费，而且只要拿出信来，连吃饭都有供应，不必花钱。范里安神父曾计划携带上对各个传教团有用的各色物品，并且给每个中心至少1000金锭，使他们可以用来购买土地进行耕种，这样来开始一项使他们至少可以部分自己的计划。让中国传教团的安全依靠从澳门每年供应给养，那是很不方便的，而且肯定是具有风险性的。大多数神父却都有赖于这种供应维持生活。购买土地就意味着永久使用，并会打消中国人认为神父们最终会返回本国和中国打仗的想法。如果说给传教中心的维持费用似乎并不多，那么外国人应该知道，中国的商品是那么丰富而又便宜，以致同样的钱投在生产型的土地上就足以永远维持这些中心了。因为他不能再做更多的事，所以这就是范里安神父想使各个教堂自己的主意。正在进行这一切准备的时候，而且当各个传教团的神父们正准备热烈欢迎视察员神父的时候，他病倒了。这场病很快就结束了他的生命，也结束了他们的希望。他在1606年1月底逝世。在过了69年的圣洁而勤劳的一生之后，他去接受给他的酬报了。他在那时的逝世，对于日本的和中国的传教团都是一个打击。他是前者的发起人，是后者的奠基人。他对这两个教会的事业是如此关切。多年来，他为这两个教会如此努力的工作，以致传教团的神父们觉得自己好像被遗弃在无数的考验和麻烦当中，再也没有人来保护似的。两位伟大而圣洁的人物，沙乌略和范里安，
都在他们刚要进入这个伟大的中华帝国，准备去开始他们所愿望的工作时逝世。在利玛窦神父那时以后，又发生了同样的事。另一位教廷视察员巴范济神父于1612年逝世，也是正在他准备要去访问中国传教团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上帝允许要发生的，不仅是由于异教民族的缺点，而且也由于这些伟大的灵魂可以在天上他的宝座之前作为求情者，他们在天上也一定会同样关心基督教的传播，而且更加有力地推进它。范里安神父一直到去世都十分关心中国传教团，在临终时，他委派了3位很有能力的神父去执行他所计划的事情，并为传教团提供他所曾应允的一切。他的计划里，唯一遇到困难而未能完全实现的一项，是他设计的用种植庄稼的办法来供应他们每年的给养。各教堂收到的他为传教团所搜集的东西里面，有他用过的祭服、几座雕像和图画，以及其他一些他准备带去的礼拜用品。所有这些都由神父们小心地保存起来，为后人在未来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物。第9章，黄明沙修士成为所谓广州叛乱的受害者。在我们记述的这几年时期当中，东方的海上经常有荷兰海盗出没。曾有几年，他们横行一时，因为那时的葡萄牙船队虽然有足够的武装，可以击退东方人或土著人的船只的进攻，但不足以抵抗欧洲人的火炮。有时候东印度人也参与海盗勾当，但是他们不敢冒险进袭比较大的葡萄牙商船。事实上，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印度各国就失去了海上控制权，几乎在东方到处都习惯于在起航前先从外国总督或其部下那里取得港口出入证。他们的商船实际没有武装，如果一旦落入荷兰或英国海盗之手，就会轻而易举被俘获并被洗劫一空。后来他们也用欧洲火炮弹药武装他们的船只，情况就改观了，他们也常常把敌人击溃或消灭。这时荷兰海盗们被自己的成功冲昏了头脑，竟然决定要侵占马六甲和莫桑比克的葡萄牙殖民地。他们这件事究竟做得怎么样是个历史学问题，不属于我们叙述的范围之内。他们入侵中国的努力虽然并不成功，但多少与本文有关。他们明显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弱点，或者是在他们当中很流行的那种说法，也就是拿得太多就难以保住。他们试图在福建这个东南沿海省份登陆，对那里的人民许下各种各样的诺言，那就是他们会让他们做生意发财，他们会把日本人和葡萄牙人赶出澳门，以及把西班牙人赶出菲律宾。就好像中华帝国的威力还需要荷兰人和他们的船队来帮忙似的。当他们看到中国人对他们的许诺置之不理时，他们就改为威胁，放了几炮想要吓唬他们，就好像他们是孩子一般。但是他们的威胁并不比他们的许诺更有效果。他们这才明白，他们恐吓是不能希望得到什么的。于是他们放弃了武装远征并征服中国的想法，转到马六甲，到了巴塔拿皇家港口，继续干他们的海盗老行业。他们主要的埋伏地点是在新加坡外面的海峡，他们在那里等候着满载中国出口货物的葡萄牙船只从中国返回印度。就是这伙海盗以前曾威胁说要攻打澳门的，因为他们以为澳门是块肥肉，这座城原没有防护设备，所以就在这时，人民正开始修建一座墙作为碉堡之用。这座碉堡或墙建造在山上，离耶稣会神学院和教堂都很近。教堂不慎被毁于火，现在正在重修。居民中的中国人倾向于不要同时修建教堂和墙这2座建筑。虽然他们的抗议，教堂还是竣工了，但修墙的工程当对海盗的恐惧平静下来时就停了工。神学院院址的对面有一个倒不如叫做大石块的小岛，周长约有1英里半。在神父们记忆里，那里从没有人住过，所以他们就具有那个地方当做学生的一个娱乐中心，并且盖了一所小房子。中国人却认为是葡萄牙人在岛上修建工事反对他们，他们暂时放下他们的不满，
伺机而动。有一天，葡萄牙人都到教堂来了，官员率领澳门的兵丁，带着一群下层社会的暴民来到岛上，用武力驱逐了传教士和仆役们，又把那所小房子烧掉。他们在教堂里找到了一幅圣米额尔像，把它撕毁了。修士本来可以抵抗这次袭击，但是日本仆役却不让他冒这个险，而他自己也不愿意由于这一点损失而引起暴乱。中国暴民凯旋回城，葡萄牙人看到岛上升起浓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就决定要烧掉官员的房子。然而神父们使他们冷静下来，把他们送回家。肇事的官员之一是一个萨拉逊出身的教徒，在中国仍有很多鞑靼人的后裔，现在他们已经是第4代，所以被当成是当地土著，并不排斥他们担任官职或博取科名。这个人是坏事的教唆者，正是他出于对基督教的仇恨，撕碎了圣像。葡萄牙人刚一到家，那个修士就偷偷带来撕碎的圣像给他的监督看，说明发生了什么事。葡萄牙仆役们看到圣像，不禁大怒，他们冲到官员的住所，把那个萨拉逊人掀出来，带到神学院去。他的头发披散着，脸上带着伤痕。神父们把他送到市长那里，市长和几位葡萄牙公民商量之后，让他回家了。整个事件都和邻近的香山澳长官保持协商，骚乱就告结束。神父们继续占有那个小岛，但因为它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必须在岛上竖一个标志，使公众看见，上面用金字写上中文的皇上盛会。中国人对澳门人民的思想态度又引起了另一次更危险的事件，那不仅威胁着澳门本身和中国的贸易，而且甚至威胁着基督教传教团在中国的生存。在商谈某些教会事务时出现了分歧，它造成一位主教区教士和一位教士的不和。这位教士认为他受了委屈，把问题提到澳门神学院院长那里，要求调解。当时恰好主教教座出缺，主管主教区事务的执行教士公开支持那位主教区教士。在这个问题上，全城人民也分成两派，城中出现了痛心的景象。世俗的两派竟然为了一桩教会问题而几乎动武。拥护执行教士那一派的力量不强，不足以希望靠武力或法律取胜，所以有些盲目效忠于执行教士的下层分子不和他商量，就决定采取很可能使他们自己和自己的对手以及甚至整个殖民地全都毁灭的办法。他们好像是要把运他们到这个岛上来的船凿沉。他们说服那些容易被骗的中国人相信，城里的祸乱都是由郭居敬神父引起的。他这时还住在那里，穿着中国衣服到处走动。他计划接管中华帝国，并且自立为暴君。他们说葡萄牙人因为他熟悉中国的路径，又到过2个京城，就拥戴他为领袖。据报，他们正等待不久有一支舰队从印度以及从日本到来，而且郭居敬神父的同伴们遍布中国各个地方，都纠集有一批追随者，已经做好准备等待着这场暴乱。有人从澳门带到广州一本书，里面详细记载着这些谣言。看来惊奇的是，人类的恶意和妒忌有时竟能走得这么远，乃至为了毁灭别人，从而置自身的安全于不顾。这些故事在澳门传播，使得中国居民都逃离省城或自己的老家，而到了那些地方，他们又在居民中散布恐怖情绪，引起相当大的混乱。由于岩石上曾修建碉堡，也因为耶稣会教堂被人称为另一个碉堡，所以这些故事很容易被人信以为真。此外，最近引起城里动乱的小岩石岛的事件，也使传闻带上一层真实性的色彩。天性如此多疑的一种人民，是很容易被吓坏的。广东省总督听到澳门的情况，就发布命令征集全省的水陆军队，然后他下令拆除广州城墙之外的全部房屋，据说多达1000幢以上，给穷人造成了无穷无尽的苦难。与葡萄牙人的一切生意全部被禁止，不允许任何人把粮食带进澳门。广州城墙朝澳门方向的城门都用石块和灰浆封闭，城上白天和黑夜的警卫也大大增加。
张贴了大字告示，严刑禁止任何人家中接待从澳门来的人。这个告示特别禁止接待外国传教士，这些外国传教士在头顶上剃了一个圈，其余的头发则围着这圈生长，但是只点了一个人的名字，因为他是反对皇上的阴谋的领袖。被点名的就是郭居敬神父，他在布告上被写成郭居敬，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名字，而他之所以选用这个名字，是因为那是他原名第一个字的中文释义。有很多人以为告示里通缉的是利玛窦神父，因为他是整个传教团里最出名的传教士。广东省会里到处宣扬着打仗的谈论，皇帝也接到了报告动乱的奏章，指控那些曾批准修建碉堡和墙的人。整个事情给在北京的神父们造成一种很棘手和危险的形势。已发生情况的可能后果，已经为在澳门的葡萄牙殖民地政府负责人痛苦地认识到了，因而他们派遣代表到广州清洗他们人民的全部罪状，然后他们要求对澳门停止粮食禁运，特别是因为海盗有可能利用他们没有保护的情况而发起进攻。他们说，任何人指控他们阴谋叛乱都是无法置信的。他们已经在这里平平安安地居住了这么多年，而且正在这时候，由于3年多来一直没有寄养船只从印度到来，城市已经沦于贫困，而且几乎人口绝迹。他们广州执行的结果是，中国商人又被允许返回澳门，但主要地是去搜集与骚乱有关的情报。最后总算水落石出了，整个事件彻底研究过了，没有揭发出一点证据可以证明澳门人民哪怕是梦想要发动一场革命。损失了房屋的人痛心他们所受到的委屈，当地的高级海军将领叫做海盗的，就是执行拆房计划的人，他极力说服他们这一做法是必要的。他很清楚，如果真情实况一旦传到北京，他就要受到重罚。正是在这整个骚乱期间，视察员神父准备好进入中国内地。我们已经提到，他把黄明沙修士从南昌叫来，跟随他做向导。虽然他正在生病发烧，黄明沙修士还是远来广州，那里正值一片混乱。他在广州收到一封信，通知他范礼安神父逝世的消息。他犹豫不定，到底是应该像邵州监督龙华民神父指示的那样继续到澳门去，还是返回他出发的地方。因此他写信给澳门神学院监督请求指示。同时他通知邵州的神父们，广州正在发生的情况表明，对于在中国的整个传教事业将爆发一场风暴。他忠告了别人，自己却不肯理会。有好几次朋友劝他躲起来，因为在那里大家都知道他是澳门出生的。他天真地以为他所携带的证件可以给他充分的保护，所以虽然还在发烧，他仍和别的信徒一起到教堂去参加复活节前一周的宗教活动。后来一个已经叛教的原来广州的教徒来看他，威胁他说，如果不送给他一笔钱，他就要去告发。他遭到拒绝后，就把黄明沙修士的情况报告给一个水上警卫，说此人是造反头子郭居敬派来的一名奸细。这个警卫指望逮捕这样重要的一个人，从而可以从官员那里得到大笔赏钱，所以他弄清楚奸细是谁，住在什么地方，然后就把案件上报给主管出缺时的副长官。副长官被告知，有一个从澳门来的奸细和几个同伙藏在某处。他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利用这件事保护那位海军将领和受牵连的其他人，包括几位官员在内，使他们免得受人民的指控，而人民都说他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就拆毁了他们的房屋。他当即派了2名军士去逮捕修士和在他家里的其他人，把他们用马拉来，由兵士维护。这一切看来都显得很严重。修士正生病发烧睡在床上，但他被命令起床，他和所有其他人都被带上锁链。这里面有另一位世俗兄弟的叔叔，还有修士亲戚的2个男孩，以及黄明沙带来的2名仆役。士兵们把房子里的一切东西开了一张清单，锁上门，并在锁上加印封条，以防止别人拿走任何东西。谣言很快就传遍全城，
说是有一个外国传教士被当作奸细逮捕了，于是聚集了大批群众，街道都堵塞。这件事发生在夜间，因此十分吓人，火把熊熊地照着街道，士兵们一边喊一边在人群里推推挤挤地开路。到了副长官的衙门，他们不经预审就立即反复刑讯。在刑讯过程中，他们的双脚被紧紧绑在2根木杠上，十分疼痛。警卫用重棍敲打木杠，也就敲在受害者的脚上。在整个这场折腾当中，黄明沙修士没有说一个字。警卫们十分惊骇，因为他们习惯于听到犯人受严刑拷打时的哭叫。修士劝告同伴们，牢记基督教的信仰是禁止说谎的。他告诉他们，不要使自己被折磨或许诺所屈服。法官问黄明沙修士是什么人，又为什么来到本城。他回答说，他从邵州来，而不是从澳门来。他有地位极高的官员所发的证件证明他为什么到这里来。法官要看证件，他阅过之后觉得很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分别审问别的人之后，他发现修士所说的属实。他很害怕写证件的大臣发怒，几乎准备释放犯人了。原告也在场。当他被叫上堂来证明他的指控时，他就恶魔般地捏造起来。他转向站在一旁的男孩问道，你知道这个黄明沙修士买过药吗？在中文里，医用的药和炸药的药是同一个字，只要再加上一个音节，而那个音节的意思就是爆炸。爆炸用的药叫枪药。黄明沙修士正在病中，当他承认他买过医疗用的药时，原告大吼道，你看他承认买过药吧，但他加了那个附加的音节，把他的话变成他买过炸药。修士听到这话，就和其他几个人告诫那个男孩不要说瞎话。法官看出来，一提到枪药就对在场的人产生了影响，这似乎把原来的疑心又死灰复燃了，所以他就说服自己相信这个案件是确凿无疑的。他把那个男孩叫到身边，问他修士买的是哪种药。那孩子说治病的药。听到这话，法官大怒，并且似乎是在别人的暗示之下改变了主意。他用手指操弄一根签，表示要用刑。那男孩子一见就吓坏了，于是说修士买的是枪药。就这样，正如那孩子所希望的，法官就答应，如果他把他知道的全部说出来，就完全宽免他。这时那孩子似乎是为确保不受刑罚，就真真假假的招供，使询问他的人很满意。他说修士是从澳门来的传教士，他从广州向澳门运送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其他打仗的用品。听到这话，法官就叫人摘下黄明沙的帽子，看看他是否也是教士的削发。果然他是教士削发，因为他已经被接受成为低级神职人员。这样一来，那位副长官的心里好像再没有一点怀疑了。他冲着教士大笑道，如果这就是你来这里的目的，那么你要大臣们签署的文件做什么？黄明沙修士刚要解释，法官就说，明天天亮，一切就都会真相大白的。他吩咐把他们分别押监，并带上镣铐。第二天早上，法官吩咐把修士的行李取来打开，他发现里面有用欧洲文字写的信和印的书，还有葡萄牙式样的衣服。这时他不需要更多的东西来巩固他的疑心了。他确信黄明沙修士是从澳门来的，并得出结论说他所携带的证件都是伪造的。原告利用法官这时几乎什么都相信的心情，告诉他说，黄明沙是个著名的魔法师，如果有人给他一点水，他就能使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隐形遁去。他说，因此他们必须当心，不能给他一点，甚至于也不能让他看到一点水。由于这种恶毒的捏造，黄明沙修士多少天都戴着镣铐，越来越受到口渴的折磨，直到他死前几天，才有位善心的人可怜他，偷偷给他一点水喝。副长官把所发生的全部情况告知那位海军将领，他命令把犯人带到他前面来。他们一早就来了，但一直站在大街上等到晚上，在等候一位大法官驾临。聚集着一大群人来看这个奸细。有几位朋友认出了黄明沙修士，但警卫不准任何人和犯人谈话。这位海军将领刚一出庭，
就命令执行一种闻所未闻的程序，而各地把所有被告狠狠地鞭打一顿，孩子免打，因为他们可能死于这样的酷刑。黄明沙修士那副惨不忍睹的样子，使旁观的人都十分怜悯。他长期生病，又受种种折磨，看来更像死人，而不像是活着。这位海军将领想从审讯中得到的是一个使他可以免受家园被毁的老百姓们指控他的理由或借口。为此目的，他很快就接受了副长官所做的调查，立即判决黄明沙修士死刑，以及另外2个人死刑，也就是2个男孩的叔叔和一名最古老的家仆伊纳爵。伊纳爵被判为奸细的同伙，犯了谋叛罪，而那位叔叔的罪名相同，犯了窝藏阴谋叛乱者的罪。宣判后，他们被押回监狱，带着镣铐。在牢房里，黄明沙修士伤痕累累，浑身血迹，度过了悲惨的一夜。他手脚都被紧紧地锁着，一动都不能动，无法使姿势舒服一些。对于这一切，他都表现出惊人的坚韧性，熬住了。次日，他又被带到副长官那里执行判决。副长官劝他，既然已经被定罪，就老实承认一切，并警告他说，如果他拒绝这样做，就要打他前一天没有挨打的另一条腿和一只胳膊，留下另一只胳膊给总督去加刑。黄明沙修士回答说，他是个职业的基督徒，从小就只信奉一位上帝。他是耶稣会的成员和在北京的利玛窦神父的弟子。他小心翼翼地不提少州的神父们，怕的是由于他们都在同一个省份，很可能把他们招来作证。他说他是按照他的老师的要求接受那些大臣们的文件的，他没有隐藏什么，也没有伪造什么。这一回答使副长官大为震怒，于是他下令再像前一天那样痛打修士。但是修士已经受不住了，他伤上加伤，痛打没有几下就失去了知觉。副长官于是下令停刑。他知道如果人死在帐下，他就得向大臣们负责说明，所以他叫人把犯人放在一张桌子上，仍然带着镣铐，迅速抬了出去。黄明沙修士被抬回监狱，中途死去。他去世时，身边没有人照料，但很可能蒙上帝的恩佑进入天堂。他是在1606年3月的最后一天死去的，时辰正和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相同。黄明沙修士享年33岁，其中有15年是在耶稣会里伺候上帝的。在此期间，他向神父们和信徒们充分证明了他的价值。他的死对大家是一大损失。他是一个养成了不停祷告习惯的人，人们很乐意相信他经历过这场使他致死的严刑的洗涤，已经立即就享受极乐世界之福了。听到他死去的消息，官员们就命令典狱长把他埋掉，并让他的墓和别人的很容易加以区分，以备总督可能要进一步调查他这个奸细的头子。因此他的尸体被埋在墙外，身上还穿着死时的衣服，手仍然被铐着，脚仍然挂着重料。这或许是上帝所允许的，从而使他的仆从可以很容易地被辨认出来，不至于错过给他的圣职以及在异地安葬。当他的尸体后来被发现时，我们就以应有的尊崇和礼节这样做了。这些在后面还将叙述。以上是原书的正文部分，后续是从解读中国文化的视角做出的几点总结。第一，莫须有的屏障逻辑，官僚体系的病。广州拆毁1000余幢民居，导致民怨沸腾，海军将领面临巨大的问责压力。此时黄明沙的出现简直就是天赐良机，通过将一个生病的修士塑造成阴谋夺取帝国的奸细，官员们成功将原本的行政失职转化成为平定叛乱。在中国传统的官场基因里，制造一个外敌或阴谋是化解内部矛盾和行政错误的万能药。这一点从夏商周到今天的2026年一点都没有变化，唯一不同的就是变一下名词而已。第二，文字游戏与构陷术，药就是炸药。审讯过程中，法官利用药字的多义性，将治病的药强行解释为炸药。这种利用语言模糊性进行构陷的技巧，是中国文字狱病毒的底层代码。当司法不再寻求事实真相，而是寻求能定罪的口供时，任何逻辑和证言在先入为主的权力面前
都苍白无力。第三，人性中的暗物质，告密者与叛教者。黄明沙是被一个已经叛教的旧友告发的，这种为了自保或邀功而通过出卖熟人来纳投名状的行为，是中国社会长期高压统治下催生出的祸害病毒。它彻底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使得告密成为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生存策略，严重毒化了社会契约的基础。这个祸害的病毒在上个世纪中的10年文革中被激发起来，达到癫狂的程度。而刚刚过去的3年武汉疫情，你能看到这个剧毒的中国文化骨子里的基因一点点都没有变化。第四，封闭社会的集体幻觉，对魔法与隐形的病态恐惧。法官之所以相信黄明沙能遇水隐形，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普遍的科学盲区与迷信心理。在一个没有科学素养支撑的民族心理中，未知事物总是带有恐怖的妖术色彩。这种非我族类必有妖术的防御机制，使人们无法理性看待外部文明，只能通过肉体的摧残，比如不给水喝，来对抗自己脑海中虚构出来的魔法。这一部分的历史读来令人扼腕。如果说之前的章节还在讨论文化碰撞和逻辑启蒙，那么这2章则直面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最黑暗、最具有杀伤力的病毒——权力推责机制、群体猜忌、刑讯逼供与司法的极端随意性。总而言之，黄明沙的悲剧是平庸之恶的极致体现。没有人在意他是不是奸细，从告密者到副长官再到海军将领的每一个人，都在利用他的肉体来修补自己的利益漏洞。那位海军将领下令拆了1000多幢百姓的房子，当真相查清，子虚乌有之后，他最担心的不是道歉，而是怎么让自己不被追责。于是他需要一个替罪羊，黄明沙就是这位海军将领要找的那个替罪羊。文化出埃及的真正难点不在于引进欧几里得，而在于如何铲除这种为了官位和私欲可以随意指鹿为马、草菅人命的文化底色。而黄明沙修士明明持有北京高层官员开具的录引和证明信，但在地方官府的严刑拷打和屏障需求面前，这些来自中央的权力背书竟然也完全失效了。你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代表法治的录引证件与代表地方弊责的权谋冲突时，哪一种病毒才是真正的主宰？哪一种病毒才具有更强的毒性？这对我们今天理解制度与潜规则的关系有什么启示？欢迎来评论区一起讨论。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5卷第8章，中国传教团的奠基人在澳门逝世，还有第9章，黄明沙修士成为所谓广州叛乱的受害者。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读中国文化中与你再相逢。